在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制裁亚洲小国柬埔寨之后，柬埔寨选择强势回应，打了美国人的脸。美柬之间为何会产生矛盾？柬埔寨又为何不怕美国？12月8号的时候，美国白宫针对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实施了一项武器禁运协议，理由是柬埔寨当局存在侵犯人权以及腐败问题。不过这一举动却被很多分析人士看出，美国此举不过是故意找借口来整柬埔寨，因为目前柬埔寨正在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与军事合作，这让美国人十分不满。然而，美国人的威胁并没有让这个亚洲小国屈服，因为紧接着，柬埔寨首相洪森回应称：“我命令所有军队立即销毁和处置所有美国制造的武器和设备，我们必须彻底清除它们，将它们放入仓库或者销毁它们。如果柬埔寨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防部门，他们不应该使用美国武器。许多拥有美国武器的人输掉了战争。”如此强硬的回应，也是让美国人始料不及。不过，有媒体分析，近年来柬埔寨多是向中国进口武器，而当年那些美国武器也趋于老化。即使全部销毁美制武器，加上美国武器的禁运，也不会导致柬埔寨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，因为他们可以全部采用中国武器替代。可以说，有中国在背后撑腰，成为柬埔寨敢硬刚美国的资本。而这两国的矛盾实质上还是中美矛盾的延伸。美国希望借助打压柬埔寨来遏制中国，但很明显这样的方法并不奏效。那么中美柬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知道，柬埔寨虽然与中国并不接壤，但与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可以说，中国将柬埔寨视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，在柬埔寨国内进行了大量投资，帮助柬埔寨发展经济。但是美国并不乐意见到这一切。随着近年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，东南亚一直是美国部署遏制中国的焦点。再加上柬埔寨拥有印度洋出海口，可以让中国绕过马六甲海峡，获得更加安全的能源航线，因此柬埔寨也成为美国人重点盯梢的对象。但是多年来，柬埔寨一直不为美国的威逼利诱所动，于是乎，美国便开始利用媒体对中柬合作进行了大肆的造谣与抹黑。在此前，美国便多次炒作中国租借了柬埔寨西哈努克的云朗海军基地，作为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。而为了回击谣言，在2019年的时候，柬埔寨在政府邀请了各国73家媒体到访云朗海军基地。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在现场表示，柬埔寨对西方展示一切，因为有卫星的存在，根本隐瞒不了任何公司。但西方依旧在不停地指责，虽然亲自到场确认了柬埔寨确实没有中国的军事基地，但美国人认为，现在的柬埔寨没有中国的军事基地，不代表将来柬埔寨没有中国军事基地。去年10月份，美国媒体报道称，其卫星发现美国资助的位于柬埔寨雷姆海军基地的设施被夷为平地。很快，美国方面指责称，柬埔寨是想拆掉美国的军事设施，好为中国的军事设施腾出空间。紧接着，柬埔寨副总理作出回应，称该国的确已经将由美国资助位于雷姆海军基地的军事设施给拆除，原因是这个军事设施已经太旧了。为了安全考虑，柬埔寨在上个月将存储核设施的大楼给拆掉，而军事设施也被搬到了一个新的地点。根据柬埔寨方面的说法，新设施目前正在建设中，将会比美国人此前选定的位置要好得多。此外，柬埔寨对雷姆海军基地享有主权，这座设施原本是美国资助的，而非美军所有。这么看来，柬埔寨拆掉这座设施也是合情合理。然而，毫不意外的是，美国人依旧要把锅又甩到中国头上。就这样，尽管每一次柬埔寨都给出了滴水不漏的解释，但美国人所相信的可从来都不是事实。而两国矛盾真正激化还是在半年前。今年6月的时候，美国副国务卿温迪·谢尔曼突访缅甸，并在金边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了会晤。据获悉，这是10年来首度由美国高官访问柬埔寨。然而，美国高官的到来并没有带来什么合作的善意，反而是谢尔曼一上来便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，不仅当面批评柬埔寨采取对华积极军事合作的政策，而且还要求彻查中国军事基地。尽管这样毫无证据的推测被中国与柬埔寨反复否认了多次，据获悉，谢尔曼傲慢的态度彻底惹怒了柬埔寨首相洪森。
最终会谈在2个小时后便不欢而散，柬埔寨方面也没有再接待美国高官。而在会后，洪森公开宣称，要求美国必须免除掉柬埔寨6亿美元的债务，因为这根本就是美国人强加在柬埔寨人民头上的。洪森提到的债务实际上是上世纪70年代由美国所扶持的朗诺政权所欠下的。当时柬埔寨国内动乱，美国扶持的朗诺发动政变成为总统。为了镇压国内的反抗势力，朗诺向美国要了大量援助，也借了不少外债，这笔债务高达2.7亿美元，如今连本带利差不多6亿美元。但是没几年，由于朗诺政权作为美国的傀儡实在不得人心，很快便被推翻了，而朗诺本人也逃到美国避难。但美国始终咬着这笔债务不放，要求现任政府连本带息归还，但柬埔寨政府自然不会去还这个钱。洪森的回击相当于赤裸裸地揭开了美国虚伪的本质，美国利用代理人将其他国家搅得民不聊生，事后竟要站在道德高地来做民主典范。美国人不是一直宣传中国给其他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吗？洪森就用柬埔寨的债务来回击美国，美国才是真正制造了债务陷阱的国家。于是乎，为了挽回颜面，在不久前，美国便随便找了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就要来制裁柬埔寨。当然，就目前中国与柬埔寨的经济往来程度来看，美国发动的制裁基本上属于白费力气。但美国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给不服从自己的国家安上一个罪名，然后制造一些舆论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近年来美国屡次借中国问题干涉柬埔寨内政，实际上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对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大力投资，帮助这些国家发展，使得东南亚国家普遍不愿意在美国挑起的中美对立问题上站边，这让美国介入中国周边局势的行动很不顺利。另外就是随着美国开展重返亚太战略，东南亚国家被美国视为拉拢过来遏制中国的目标，美国人自然不希望中国在该地区通过投资扩大影响力，但对于中国的正常投资，美国也难以说动其他国家放弃。于是就借着中国要建造军事基地来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。然而实际上，美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十分双标。按照美国的说法，在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是威胁的话，美国才是最大的威胁。2战后，美国是全球拥有海外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，几乎遍布全球。美国的5000多个军事基地中，差不多有1半都在其他国家。直到今天，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依然有300多个，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驻军30万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人却无端指责其他国家要建海外军事基地，实在有些贼喊捉贼。